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懒。今天啊，咱们来唠唠最近网上那些让人摸不着头脑的怪事儿。这个事儿吧，说大不大，说小不小，但是它背后的那点逻辑啊，真是把我给整乐了。咱就说这个鲁迅先生吧，那可是咱们教科书里的大人物，民族的脊梁。那支笔啊，比刀还锋利。他在咱们老百姓的心里啊，地位那叫一个高啊。尤其是他那个经典形象啊，夹着根烟，眉头紧锁。好像在思考着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。在绍兴老家鲁迅纪念馆里就有这么一幅墙画，他叼着烟特别有感觉，游客们去了都爱跟他合影，甚至还玩点花活，搞个什么错位拍照，假装跟他点烟，挺有意思的，对吧？可是就在这片和谐欢乐的氛围里，突然就冒出个不和谐的声音。一位女士姓孙，她不乐意了，她在这个网上发帖投诉，说这个画不行，得换。为啥呢？他说鲁迅先生本来是在这个书房里抽烟，结果这画把这个书房的背景给去掉了，显得他像是在公共场合吸烟，这不就是误导青少年吗？还危害公共健康。他说的是有理有据啊，甚至还给出了解决方案，把这个烟拿掉，换成右手握拳伏案版。哎呦喂，这脑洞啊，简直了！前2天才出来2个举报高铁站台抽烟的，现在又来个这。更绝的是，他投诉了1次啊，没啥动静，居然又投诉第2次，那架少，感觉就是不把这幅画给搞下来啊，他誓不罢休。这事一闹到网上，立马就炸锅了，网友们那叫一个齐心，清一色的站出来反对他。有人说，鲁迅先生写文章累了就点根烟，这是历史，是人家的艺术形象，你凭啥改啊？还有人直接玩梗啊，问的是特别犀利。照你这逻辑啊，以后是不是得投诉屈原，说他教唆别人跳江？李白那首《将进酒》是不是也得改名儿？这酒可是有害健康的呀！哎，你品品这个事儿荒不荒唐啊？鲁迅先生啊，身上有那么多值得学习的精神，他那股子敢于揭露社会黑暗、敢于与强权斗争的勇气，那匕首和投枪的精神，咱们怎么不去学习？偏偏就揪着他夹根烟这事儿不放。在那个年代啊，那根烟可能对于他来说不仅仅是解乏，更是他思考、斗争、凝聚思想的工具。他抽的不是烟，是寂寞，是忧愁，是整个民族的希望，是吧？哎，你现在非要说这根烟不健康，要把它抹掉，这不就是一种历史虚无主义吗？这不就是把人物给去个性化吗？这事儿还没完哦，大家把这个孙女士的身份给扒出来了。原来啊，她是个控烟志愿者。哎，我说句大实话啊，这个志愿者他是好事，咱们都支持啊。但你这个志愿者当的有点走火入魔了吧？这事儿最终的结果是，绍兴文旅局接到了全国各地游客的电话，大家都说这幅画是绍兴的名片，是客观历史，不能因为一个人的投诉就盲目更换。官方这回应啊，那叫一个硬气啊，2个字儿不换。这大伙儿听了心里那叫一个痛快啊！但是啊，这个事儿让我想就更多了。这位孙女士的投诉啊，她绝不是一个孤立事件，它就像是一个导火索，点燃了咱们这2年看到的一系列奇怪现象。你们有没有发现，这2年网上特别火的那些什么网红执法的视频？一个网红拿着手机对着一个在公共场合的西安男士一顿拍，甚至怼脸拍，大声斥责他。这观众看了，感觉这个网红好正义啊！可是我怎么看，怎么觉得有点别扭呢？跟你说，你吸烟影响我的身体健康。我离你18米，吸烟影响你身体健康。但是那个空气它是流通的。那这公共场合啊，那整条街都是你的，整条街都是你的啊。我闻到了，我不舒服。你闻到不舒服你就回家，你有脚的。但是我是在上班，我不能回家。你占用公共地方上班。我上班，我不能回家。中国每年有10万人死于二手烟，就是你这种不听劝的人造成的。后面的20米之内的人都被你影响到。先生，你的油烟影响到周边的人健康，你可以把它吸掉吗？这是淮海中路市中心的。对。
你有什么问题吗？但是油烟，法律规定室外不能抽烟吗？不要，为什么要靠那么近？没有靠近，还有1米呢。对，我们文明交流，其实我们是可以文明交流的。对，就是对我们彼此敏感的人，我刚刚才洗了鼻子，有出血，你知道吗？这里我随地扔垃圾是不是也要被你说？不是，我在找垃圾的，我在找垃圾箱。那很好，没有。明白了吗？对，其实不用那么激进。我在室外。如果你看新闻，你不要太激进。我刚刚说话是不是很平和的语气？但是你干嘛又要找我呢？我在找垃圾。我只是说你要熄灭掉，不要抽油烟，可以吗？可以做到吗？有什么关系的？需要你来教我做事吗？要聊天吗？你为什么说我呢？是因为我说你抽油烟是吗？对啊。你觉得抽油烟很光荣是吗？对啊，很光荣啊。告诉我什么逻辑？你为什么咋地呢？我只是你为什么说？比如说你可以为什么？我喜欢。你几岁啊？不要管我几岁，我说喜欢。你怎么好像个小 baby 一样？你不要管我小 baby 大 baby 啊！我说你咋地，你知道吗？是吗？你觉得抽烟很光荣是吗？对啊，很光荣。就在女子和小伙争吵的时候，从身旁走过来一家3口。当他们了解到事情的起因，纷纷上前指责女子。马路上抽烟关你什么事啊？哇哦，你又是谁呀？我怎么了？我就是上海人。我是上海人，怎么了？上海人。你是怎么了？你是哪里的啦？上海人怎么了？上海人就是上海人呀！你知道你傻的不得有。你知道你傻的不得有。看叫他来，叫他来。你知道上海政府颁布说不能抽油烟。哇哦，1、2、3，一帮人突然跑到我面前说我。不抽烟是在室内啊！是在酒店。我刚刚健身完下来，哇！你们一家3口来欺负我，没有人跟你说在马路上。这个人他还在抽油烟。你哇，OK。厉害！一家3口好厉害哦！你厉害你就滚吧！不要到我们上海来！不要到上海来是吗？上海是你的是吗？上海是你的吗？眼看着争吵越来越激烈，如果继续下去，小编感觉女子都有可能被群殴。就在这时，一辆民警巡逻车从远处驶来，女子看到后立即向民警寻求帮助。警察叔叔，协调一下，警察叔叔。我刚刚健身完了，然后他们一帮人在旁边抽烟，我说不要抽烟，然后他们3个人过来指着我说，我一切都录下来了。你们到这里。而且还有一个人把烟头扔在地下，就是他扔的。一家3口欺负我哎。你先到那边去，我先听他讲。谢谢叔叔，谢谢警察叔叔。你还要我帮忙了，不要我走啊！到那边去好吧？听警察叔叔话哦。我们看到民警到达现场后，女子并没有想息事宁人，而是不断的做出各种挑衅语气和表情，似乎想把事情闹大。OK， 谢谢你，感谢你。我刚刚健身完下来，然后呢，有人在抽油烟，我说不要抽油烟，然后突然有个人开着电摩车跑到我面前说，一直说我。对，他好像想打我的感觉。然后突然一家3口冲上来说，你是哪里人？我是上海人，blah blah blah。然后你就经过我说，警察叔叔，拜托来帮我们，就是这样。那么对于女子声称路人在马路上抽油烟的问题，民警又是怎么回答她的呢？我跟你讲，街上没人说是不可以。警察叔叔，今年上海政府3月份的时候颁布了法律条例说，不能抽油烟，对不对？这是不是会影响到别人？这个是室内，比如说。这也是室内啊。室外，这里是室外。从民警的回答中，我们听到国家法律并没有对室外街道上有禁止吸烟的要求，而女子口口声声说不能抽油烟，只是她个人的说法。但是如果只能跟法律的话，那我的健康受到威胁，谁来负责呢？谁付我的医药费呢？然后他一直说你不是上海人，你滚！你觉得警察叔叔你对这一点你怎么评价这一点？我只是说了一下，他突然追上来耶，这个是恐吓哎。室外这里暂时没有法律说是不能抽烟的，但是他是上来侮辱我哎。你说话我们再说话。是吗？可怜哦，警察叔叔都不帮你，好可怜哦。你要不要哭啊？哭吧，哭吧。这个吸烟它是不对，咱们都支持禁烟。但是请问啊，你一个拿着手机的普通人，你啥时候有了这个执法权？你有权利把人家这个脸拍下来发到网上，进行社会性死亡的审判吗？咱们再来个镜像问题啊，如果今天是我，然后带个红袖章跑到这个街上，看到有人遛狗不牵绳，我上去就把他的狗给牵走，把他人给拍下来发到网上，那算不算正义之举啊？或者是我看到有人在这个商场里带宠物，我上去就阻止，甚至跟人家发生冲突，那算不算见义勇为？
我猜很多人都会说这叫寻衅滋事吧。那为啥都是不文明的行为？一个吸烟的男士被网红拍，大家叫好；一个遛狗的女士被拍，大家可能就觉得你是个变态啊。说白了，这事啊跟什么文明不文明啊没啥关系，就看你个人的喜好。我讨厌吸烟，所以我觉得吸烟的男士活该被曝光。那我喜欢小猫小狗，所以我觉得遛狗不牵绳也能理解。这背后啊是一种巨婴心态，一种我的喜好就是唯一标准的逻辑。这还没完，咱们再往前倒倒，还记得西安地铁保安那事儿吗？一个男的和一个女的在地铁上吵架，这个保安上去阻止，反而被舆论围攻，说这个保安没有什么执法权，执法要文明礼让。可回到网红拍吸烟男士这事儿，大家却觉得这个网红有权执法，甚至立马强制执行，这简直就是魔幻现实主义啊！那同样是公共秩序问题，同样是执法权的问题，这为什么大家双标的这么厉害？说到底还是看喜好。所以从高铁卫生巾到高铁熊孩子，到高铁吸烟，再到高铁宠物，看似一个个独立的事件，背后其实都是同一群人在搞事情。他们不是真的关心公共秩序，不是真的关心鲁迅的形象，他们关心的是我不喜欢抽烟，所以我要投诉；我不喜欢熊孩子，所以我要求高铁推出无娃车厢；我喜欢养宠物，所以我要求高铁允许带宠物。这背后啊，都是一种以我为中心的极端化个人主义。他们特别擅长的一件事就是背靠政治正确，无限上纲上线。他们这套打法和西方的某些环保组织简直是一模一样。一开始呢，大家呼吁环保，那是好事儿。后来呢，光呼吁不行了，得搞点行为艺术，去拦卡车。再后来呢，拦卡车也没流量了，就跑去博物馆，对着什么梵高、莫奈的画作泼汤抹颜料。为啥呀？因为老一套已经不能吸引眼球了，只有更极端、更出格、更离谱的行为才能赚到流量。这一开始啊，你举报个路边小商贩有流量，后来得拍网红、拍明星，现在连普通人都没流量了，那就把这个算盘打到鲁迅先生头上了。这不就是为了起号，为了蹭流量吗？我先说个最近最火的这个博主类型，就是禁烟的，就是吭哧吭哧到那个公众场合，然后跟那个抽烟的人说：“你不许抽了，把烟给我掐了。”这是公共场合，你不知道吗？而且这套打法的精髓在于它基本没有后果。你投诉鲁迅，你没被罚款吧？你对着画作泼汤，你可能象征性的被拘留，但你被媒体塑造成了环保斗士，流量、名声都有了。因为他们所做的都是披着一层伟大高尚的外衣。你敢处罚我，那就是你反对禁烟，你反对环保，你反对现代文明，你就是不包容、不开放，这让很多人都钻了空子。因为他们知道，哪怕将来算账，也是所有女性或者所有环保人士一起承担，而他们自己早就赚够钱，流量满满了。所以说，咱们看待这些事不能光看表面，别被那些为你好的口号给忽悠了。鲁迅先生夹根烟的画像，不是为了让你去抽烟，而是为了纪念他的精神。他身上的那股子骨气，那股子敢于挑战权威的勇气，才是我们该去学习的。而那些打着为你好的旗号，实则为了个流量和情绪发泄的人，才是我们真正需要警惕的。鲁迅先生的笔是投向黑暗的匕首，而不是被拿来当做巨婴发泄的工具。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呢？好了，今天给大家唠到这儿了。